准备好要发现一些关于射手座的非凡知识了吗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为什么射手座被称为上帝的特选之人。我保证，接下来我要揭示的21个神赐天赋里，其中有一个会让你完全惊呆。不，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些关于乐观、爱自由的老生谈谈。Hello， 我是苏晴。身为一个常常需要旅居世界、与各种有趣灵魂打交道的专栏作家，我渐渐发现一个奇妙的规律，那就是某些特定星座的人，他们的生命轨迹和情感模式真的有着太多惊眼的暗合之处，而射手座就是那个最让我着迷也最常被误解的谜题。所有人都说射手座是天生的玩家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其实是12星座里最接近神性的存在。尤其是我们即将要谈到的第3点，它真的令人难以置信。我几乎可以肯定，当你听到它的时候，你看待射手座的方式将会被永远的改变。但在我们揭晓那个终极秘密之前，让我们先潜入他们最核心也最神圣的地方，他们的情感世界。让我们从他们那法则一般不可动摇的忠诚开始看起。第1章，神圣的忠诚，射手座的爱情法则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个射手座真正爱上你，他们给予的从来不只是时间、精力或者承诺，他们给的是自己的灵魂。对射手座来说，忠诚不是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选择，它就像呼吸，像心跳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。他们不懂得如何去表演忠诚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忠诚的化身。当他们选定了你，他们的整个世界都会以你为轴心，重新校准。这份爱是全然的，不留后路的，带着一种近乎神性的存在。但是也请你务必记住，神性皆有其不可亵渎的威严。射手座的忠诚像一座矗立在海岸边的古老灯塔，在风暴来临时，在迷雾笼罩的黑夜里，他会坚定不移地为那艘值得的船只燃烧自己，照亮回家的航程。他的光是一种无言的守护，一种恒久的承诺。然而，灯塔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基石，去追逐一艘执意要驶向黑暗，或者对他的光芒视而不见的船。他只会静静地看着那艘船远离，然后继续为下一艘需要光明的船只保持明亮。这就是射手座的忠诚法则。他们用灵魂去爱，所以他们也期待得到灵魂层面的尊重与真实。你可以不完美，可以有缺点，但你不能对他们撒谎，不能践踏他们给予的信任。一旦他们发现了背叛或欺骗，他们不会哭闹，不会争吵，更不会纠缠。他们只会带着一种神圣的、不容侵犯的尊严，安静地转身，熄灭那盏只为你而亮的灯。这不是骄傲，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对自我价值的捍卫。很多人会觉得射手座不够浪漫，那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热情与表演。射手座的爱是原始的，是充满生命力的，像草原上奔跑的野马，而不是马戏团里训练有素的表演者。他们不会记得那些精心排练的纪念日，可能也说不出那些华丽的甜言蜜语，但他们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刻，默默地出现在你身边。他们会用毫不动摇的在场和绝对的忠诚，来证明他们那份比任何诺言都更厚重的爱。你身边的射手座也是这样吗？或者你就是那个正用整个灵魂去爱着一个人的射手？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吧，我会很认真地看着每一份光亮。第2章，烈火下的脆弱，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。正是因为射手座总是展现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，像一颗永恒燃烧的小太阳，以至于我们都忘了太阳也会有黑子，烈火燃尽后也会有余烬。他们最强大的地方，也恰恰藏着他们最深的脆弱，那就是射手座有时候是会在沉默中崩溃的。当压力、失望、疲惫累积到极点时，他们不会像巨蟹座那样
样寻求倾诉，也不会像狮子座那样需要舞台。他们会选择消失，他们会把自己藏起来，切断和外界的联系，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人陪，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表达那份巨大的席卷而来的无力感。在那个时刻，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喋喋不休的建议和我早就跟你说过的说教。他们真正渴望的只是一个安静的拥抱，一个无言的陪伴，一个让他们知道就算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也在这里的眼神。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港湾，让他们可以卸下所有伪装，短暂的不必再扮演那个拯救世界的英雄。你身边的射手座也是这样吗？或者你就是那个正用整个灵魂去爱着一个人的射手？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吧，我会很认真的看着每一份光亮。特别是射手座的女性，她们是天生的梦想家和实践者，勇敢地向着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前进。但在这份勇敢的背后，往往深藏着对未来的巨大忧虑。她们看得太远，想得太深，常常会为那些还未发生的风暴而感到不安。她们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嘲笑她们杞人忧天的伴侣，而是一个能够认真倾听她们的恐惧，然后温柔地对他们说：别怕，不管前面有什么，我们一起面对的灵魂战友。如此强大，总是带给别人阳光的射手座，内心深处却藏着这样的柔软与脆弱。那么，他们又是如何保护这份柔软的呢？答案就藏在他们神似的智慧里。第3章，神圣的洞察，不可欺骗的真相之眼。现在，让我们来谈谈射手座最令人敬畏，也最常被忽略的天赋。你可以对一个射手座说谎，而且你甚至可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地骗过他们。他们或许会微笑，会点头，会假装相信，但请你记住，在他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个地方，他们早已知晓一切。这不是多疑，也不是猜忌，这是上帝赐予射手座最宝贵的礼物之一——神圣的直觉，一种能直接感知能量变化、洞察事物本质的灵性智慧。这种直觉并不是什么神秘的魔法，它其实是一种基于底层逻辑的超强的感知力。我来为你拆解一下。首先，射手座对真实性有着一种近乎洁癖的追求，任何虚假、不协调的能量都会让他们产生一种生理性的过敏反应。其次，他们的大脑似乎有一套高效的无意识处理系统，能够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捕捉并分析那些常人会忽略的稍纵即逝的微表情、语气的细微颤抖，以及话语和能量场之间的不匹配。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，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活在当下，他们的感知不受过往经验的污染，也不被未来预期的焦虑所干扰，所以他们能像一面清澈的镜子，直接映照出当下这一刻的真相。所以，宇宙似乎总是站在射手座这边，用各种奇妙的方式把真相送到他们面前。可能是不经意间听到的一段对话，可能是手机上跳出来的一条讯息，也可能就是某个瞬间，一个念头如闪电般击中他们，让所有碎片豁然开朗。他们就是一个行走的灵魂验证机。但如果有人执意要挑战这份直觉，不断地用谎言去消耗他们的耐心呢？当一个射手座的耐心被耗尽时，他们不会歇斯底里，也不会大吼大叫，他们会做一件更可怕的事，他们会把言辞磨成最锋利、最精准的讽刺之刃，然后一刀封红。那份讽刺往往一针见血，直击要害，带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静和幽默。这不是恶意攻击，这是他们用智慧在划清界限，用一种体面而又决绝的方式告诉你，游戏结束了。这是他们保护自己内心那份平静不被侵扰的最后的防线。而这就完美地解释了我们开头预告的那个会让你惊讶的第3点：为什么射手座喜欢给人建议，却极度不爱听取别人的建议。
过去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他们自大固执，但现在你明白了吗？这不是自大，这是他们对自己神赐直觉的绝对信任。他们的内在有一个比任何外界导师都更可靠的罗盘，他们相信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，相信自己能拨开迷雾，看到真相。这份来自内在的笃定，正是他们所有力量的最终来源。所以，他们天生更适合去扮演那个为别人点亮火把的引路人，而不是那个需要被别人牵着走的迷途者。他们相信你的潜力，愿意用他们的智慧给你启发，但他们最终只会追随自己内心的神谕。这就是射手座，一个你永远无法真正欺骗的灵魂。第4章，火焰与慈悲，意想不到的温柔。当我们谈论射手座时，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火焰、弓箭、奔马这些充满动态和力量感的意象。但如果你能有幸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，你会发现一个最令人震惊的反差：在那片燃烧的火焰中心，其实藏着一片无比平静的湖泊。别被他们那看似大大咧咧、热情如火的外表所迷惑。射手座的灵魂底色其实是极度冷静和温和的。他们拥有着一种罕见的能力，那就是无条件的去爱。当他们关心一个人时，他们不计算成本，不衡量得失，他们给予的是最纯粹、最干净的支持与陪伴。他们的爱不附加任何条件你回报的条件，只是纯粹的希望你好。这就是射手座，一个你永远无法真正欺骗的灵魂。第4章，火焰与慈悲，意想不到的温柔。当我们谈论射手座时，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火焰、弓箭、奔马这些充满动态和力量感的意象。但如果你能有幸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，你会发现一个最令人震惊的反差：在那片燃烧的火焰中心，其实藏着一片无比平静的湖泊。别被他们那看似大大咧咧、热情如火的外表所迷惑。射手座的灵魂底色其实是极度冷静和温和的。他们拥有着一种罕见的能力，那就是无条件的去爱。当他们关心一个人时，他们不计算成本，不衡量得失，他们给予的是最纯粹、最干净的支持与陪伴。他们的爱不附加任何期待你回报的条件，只是纯粹的希望你好。而这份深沉的爱，并不仅仅给予人类。射手座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生命，都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与慈悲。尤其是对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动物，它们有着天生的、不可思议的连结感。它们能从一只流浪猫的眼神里读到恐惧，能从一只小狗的吠叫中听到喜悦。这份强大的同理心，也常常会引导他们走向一种更贴近自然、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比如，很多射手座在人生的某个阶段，会很自然地被素食或者极简主义所吸引。在外人看来，这或许是某种极端，但对射手座自己而言，这只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，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从自己内心那片慈悲的湖泊里生长出来的，坚定而清澈。这个强烈的几乎是矛盾的组合，外在如烈火般炽热，追求真理，横冲直撞，内心却如静水般深流，对万物抱有最温柔的慈悲与平静。这不正是神性的最佳证明吗？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战士，一半是圣人。结语：天生的光，为何世界需要射手座？所以你看，射手座之所以是上帝的特选之人，从来不是某个单一的特质，而是因为他们身上完美地平衡了那些看似对立却又缺一不可的品质。他们将战士的火焰与圣人的智慧融为一体，将旅人的独立与信徒的忠诚刻入骨髓，将孩童的力量与神明的慈悲化为本能。
他们是天生的光，在最黑暗、最令人沮丧的时刻，他们总能保有那份无尽的乐观，像个傻瓜一样相信明天会更好，并用这份相信去点燃周围人心中那快要熄灭的火种。他们也是天生的给予者，他们骨子里就怀着一颗善良的、乐于助人的心。只要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，他们无法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。射手座的存在，就是为了提醒我们，生命永远值得去热爱，世界永远值得去探索，真理永远值得去追寻。他们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信使，用自己的一生去演绎一场关于希望、自由与爱的壮丽史诗。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生命中那个如光一般存在的射手座吧。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深度的星座解析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相遇。